情微凉，我睁开双眼，长夜漫漫总有散，来到故事终点。如果有人问，此生不悔，碰触着你的地方，刻下纠缠印痕。说再见不是离别，何必追赶这句点？思念在一瞬间，情到地平线。荒野在歌唱，大地在缄默，梦里穿透海，深爱中花开，有复望的天，誓言追光阴，灵魂在寻找时间缝隙和你的方向。耀辉，耀辉，是我。耀辉呢？燕辉心疼你，正给你准备吃的呢。你使用了大量的灵力，身体可有不适啊？并无异样。你昨日表现得很好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能使用你自己的剑了。你可是领悟到了什么？我当时只知道要保护他。哪怕是没有了记忆，你心里依旧想要守护着他，这样很好。你昨日也在村人面前维护了他，倒像个师傅的样子。若非是要守护的太多，我自是想要保全他。你想要的很多，而我却只想要一个燕回。我会守护好他的。阿云，阿云，阿云，阿茶，阿云，我看看，我在后山遇见他，便把他带了回来。燕回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之前的事你都不记得了？之前，之前你们走了之后，我就带着阿云住进了龙骨封印的山洞里边，靠着流火珠和龙主残留的龙气庇佑，阿云的寒症已经好很多了。那你又怎么会被黑气控制？黑气？那是什么东西？看来被黑气控制后，他就失去了意识。燕回，龙主也来了。此人是谁？为何看起来有些憨傻？他是阿茶，是我们在铜锣村的旧相识。龙主，燕回，龙主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看起来有些憨傻？他被人害了。什么？是谁敢害我的恩人？福音。福音？没有听说过呀。先解开七云的双华术吧。咕咕咕咕咕咕咕。
你是谁？陈兴山凌霄。你有办法救阿云吗？天耀功法已成，可解双花术。你说阿云中的是双华术，那不是你们陈兴山的法术吗？等等，这其中的误会，恐怕只有等天耀救醒青云真人才能得知了。龙主，当真能够治好阿云吗？以火驱寒是最好的治疗方式，你理当知晓。那他会痛吗？我不知道。比起疼痛，青云真人恐怕更怕一辈子痴傻下去吧。那好吧。你方才说龙骨山洞还残留龙气，天耀刚刚恢复功法，不如去那里施法更为稳妥。慢点儿。你消失的这段日子都去哪儿了？前些日子，我不小心将七云的衣衫弄破了一个小口，于是我就想着去买一些布匹和针线，我就去了村外。你还是这么细心。到了铜锣村外之后，我发现空气当中闷闷的，四周也是阴沉沉的，没有看到有卖布匹的地方，我就想，哎，七云。所以我就打算回来，可是，一转头，眼前一黑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们了，我还以为我是被歹人抓去，要当做妖仆去贩卖呢。来，慢点儿。怎么了？这里确实有我龙气，在此施法吧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这是福音的死咒！咒术反噬，不可再解了，快住手！来不及了！阿云，阿云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被咒术反噬啊？双花术本是封印福音的死咒，现在解开双花术，便是触发福音死咒，这是破咒即死的局面。
气运真人，您清醒了。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，你一定要解除五行封印，救出玲珑。阿云，阿云，阿云！这些日子，谢谢你。阿云，阿云，阿云，你醒醒！阿云，阿云，阿云！等等，符印死咒也是黑气。阿茶，让开！你让开！不能吸食黑气。阿茶，燕回现在跟符印同为黑气之主，他或许用他的办法可以解开符印死咒，救下气运。快！快！阿云真的没事了吗？他应该是没事了，我可能是这段时间吸食太多黑气了。怎么了？有点累，我先睡了。燕怀，阿云。既然担心，何不进去看看？你醒了。这回多亏了燕回姑娘，只是不知她为何可以吸收符音之法。他修炼了符音的功法，如今连黑气都认他为主了。竟有如此机缘。真人之前所言，救出玲珑，这件事情从何说起？这前因后果到底如何？15年前，我为查询邪修的下落，跟随飘散的黑气来到迷雾森林，误入符音石海。我在符音石海中看到了正与之缠斗的青广，我欲助青广一臂之力，便也与符音交手。多谢齐云观主，你能来此，真是苍生之幸。青广真人，这是何处？你缘何在此？来不及与你细言了。符音以我之身，蛊惑素影屠龙，幸得玲珑赤焰重创符音，我才得以在他识海苏醒。你的剑阵困不住他的，你若能从此出去，立刻召集众玄门，打破素影封印，寻回玲珑，共御符音。找死！
金光，凝息之气。走，召回玲珑。赵老头，你挡不住吗？老夫用性命也要封印你！双华之术虽然延缓了我身上的死咒，却也让我变得痴傻。我便留有最后一丝意念，待再见玄门宗师之时，便会寻机将真相告知。原来，师父那时候已经仙逝了，让我放燕回下山，是为了让玲珑有机会寻到护心灵。我行差踏错，但幸好这件事，燕回她做到了。那你符印这该死的东西，这黑气怎么这么难吸收啊？快，先喝口水，帮帮胃。魏一琴，晴儿，感觉如何？青云之人，你好了呀？燕回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吃坏肚子了。你吸食了太多符印的黑气，会影响身体。我可入你识海，探查一番。看看也好。这黑气竟然可以如此平静。无言住吗？说话。他怎么样了？你并无不妥，但是你识海之中静谧如云，我见到之后心神皆震，自叹弗如。我识海之中，不就是有一些静静流淌的云云雾雾吗？难道还有什么了不得的景象？黑气乃是人心中恶念积成的智力之气，凡感染上者，无不癫狂。我心中尚有一缕，仍靠我竭力控制，而你却令无边无垠的黑气在识海之中静如云烟，实在难得。我的燕回自然是厉害的。凌霄真人，你识海之中也有黑气？燕回，你今日不没事没事，你既然说我的识海尚且静谧，想必只是一时吸了太多符印黑气，多这一点不多，我缓缓就好了。七云真人，您在山洞中说救出玲珑，此话怎讲？玲珑乃符印天敌，当年符印占据了清广真人的身体，联合素影屠龙，就是为了消灭他在这世间唯一的天敌。当时你说伤你的另外一个人，原来是符印，又是他。符
福音。天耀，你想起来了？莫管我，有龙已重伤，快后林取丹。他想要我的内丹，我将丹灵合一，而后我用龙火伤了他，他没有得手。原来如此。师父消失的那段时间，是被福音彻底的掌控了。因为玲珑之火，他暂时恢复了清醒，才将自己封印于守可斋星辰。10年前，机缘巧合，我将你带回陈星山。师父见你，便知你心有护心灵。封印你护心灵之力，是为了让你好好活下去。而后让我在守可斋星辰有任何异动前赶你下山，是为了天下大义。他是为了让天耀找到我，取回护心灵，对抗福音。可护心灵已经被我炼化了。炼化？这可如何是好？福音真正惧怕的，不是护心灵，而是玲珑。玲珑尚在，还有希望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让玲珑找回自己的力量。你的身体可有找齐？还有一颗龙心。你又想起来了？龙心，龙心在广寒门的冰原上。这一趟没有白来，陈毅说的办法真的有用，你真的想起了以前的事。既然我们知道龙心所在，那寻机取回便可。寻回龙心，可需我相助？如今我已成为黑气之主，天耀的功法也有进步，想必不难。福音还在守可斋星辰上，需要有人时刻镇守结界。确实，凌霄真人，守可斋星辰不可无人镇守。可是如今我功法尽失，明儿一早我就回齐云观，借此掌门之身，召集8方仙友，共商抵御福音之事。此意甚好。天耀，可否借你玲珑火种一用？火种？我可以玲珑之火加固封印，遏制福音。可以吗？他之前教过我，所以从来铜锣村开始，你便开始计划之后的事了。我要的总是太多。多谢。是。是你的话，守住守可斋星辰的结界，一定没问题。我虽然无法彻底消灭福音，但我足以牵制它，为你们争取更多的时间。我知道，但是你不用什么事都是一个人。他并非一人，天下有志者，皆可攻于强敌。好，待时机成熟，我们齐聚陈星山，一举消灭福音。
出来吧。阿茶，我知道，你现在已经是七元真人了。我会把一切都忘了的。过去在铜锣村的那段日子，你或许已经不想再记得了，而我也会把那段时间深藏在我的心底。这一生一世，我永远都不会再提起。只是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能不能不要不辞而别？我没有不辞而别。你睡得很熟，我是留了书信的。书信不算。其实你不必忘记，因为对于我来说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回忆都很难能可贵。不过阿茶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必须要回齐云观了。过去已经麻烦你许多，前路更是危险，所以我不能。你能？不是，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。我就想待在你身边，我可以做你的妖婆，哎，不做妖婆也没关系。我知道，你看不上我这样的妖怪，那就让我护送你回齐云观吧。自从上次在黑河边界遇到你，我一路护送你到铜锣村，眼下已是最后一程，我怎能不送？正因为是最后一程，所以前路更是凶险。阿茶，听我说，我希望你好好的。我只有跟你在一起，我在你的身边，我才会好好的呀。其实，我本来想等福音之事了结之后再来寻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吧。过去与未来，永不分开。阿云，阿云，等等我，来，包袱拿。哎，你累不累？来，我背你吧。哎呀，不用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在前面啊有一家包子铺，那个包子可好吃了，我一次能吃10个呢。是。之前回陈星山，惹大师兄生气了。您这次回去，替我向大师兄带一声歉意，可好？歉意就不带了，等你自己回去，他一定会教训你。嗯。天耀，我走了之后，每日功课不可落下。你的识海星元已经被点亮，更加需要勤奋修炼，巩固修为才是。你确实教得不错，是个好师傅。保重。
小时候，在我心里，这背影是全天下最宽厚的背影。只要有他在，什么危险都会消失。可现如今我才发现，这背影与常人并无区别，反而因为承担了太多，显得更为孤寂。他方才似乎一直在等你，唤他声师傅。先前闹得要死要活，才这么点时间，还是有些别扭。等我下次见面，这声师傅一定唤与他听。我们也要离开了，走之前，去看看奶奶吧。奶奶？奶奶，我带阿福来看您了。天耀，向奶奶问好。奶奶，是我，阿福。天耀，阿福，阿福以后不孤单了。我们第一次喝酒，也是在这个地方。那时候，你还在为肖老太太病逝伤痛不已。后来借着酒意，你告诉了我，你被素影肢解一事。我那个时候虽然不喜欢你，但听了你的遭遇，还是很同情你。我问你，你都被肢解成了这么多块，你怎么还活着呀？你说，为了遇见你，为了遇见你。这你也想起来了？你还想起其他以前的回忆了吗？若非取不出你的护心灵，我根本就用不上你。你脸色怎么这么白啊？你哪儿不舒服啊？
若能找回龙心，我会回想起更多的记忆。这是自然。可是，想起从前的记忆，真的好吗？你不想找回以前的记忆吗？为何？曾经的我，屡次伤害你，还一再欺骗你。你真诚对我，而我却只有仇恨，一心只想着利用你，甚至，我还对你动过杀心。你说的这些，我都知道。你都知道，你既知道，为何还留我在你身边？因为我喜欢你。为什么？你不怨我吗？也怨过，那个时候可怨了，巴不得把你甩掉，可就是甩不掉。但是后来知道了缘由，我便不怨了。什么缘由？对一个人的恨意吧。这不对，从前的我因为对别人的恨意而不惜伤害你，如此卑鄙的记忆，我不愿想起来。不是这个意思。燕怀，我不想回到从前那个充满仇恨的自己。天耀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在铜锣村的时候，萧老太疼惜你，你便把萧老太当自己的奶奶一般照顾。你还答应了她，要守护铜锣村100年的安宁。你做到了。后来，我们去到了永州城，为了解救被困的妖怪，你不顾自己的危险，也要用残破之躯对抗素影。还有我们在龙谷，素影拿小精灵的命，逼你掏出我心口的护心灵，你便在我的识海中施下了换命咒，以命救我。你从未想过伤害任何人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说的遍。是我。是你，天瑶。恨意并没有改变真正的你。你这儿依旧拥有赤诚之心。也许你不记得以前的你了，但我还记得。你曾经经历过痛苦、难过的日子，能让你在绝望中坚持下去的，便是这恨与不甘。我曾亲眼看见你从他人未涉足过的深渊里走出，也正是这深渊将你历练出了他人未曾拥有的坚韧。天耀，我们都需要你。
纵使这颗心曾有过怨恨，若能保护你，我愿做回那个完整的自己。奶奶，承蒙您的庇佑，阿福想起了更多的事。奶奶，等一切变好时，我们再来您这喝酒。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，发染尽离丝，闲情两极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离，落雁会消失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黄昏醉了相思，风拂过一声叹息，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一杯离人泪，几人尝过？年年日思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聚散总容易，细数相识，烟雨无尽。尽人间，春风还依旧，带着你的回忆，盛满了来路。回首几度不忘，寻找你曾经模样，执手相看经年，人间繁华依旧，此间有时情难弃。